现在游戏是不是越来越少有胜利音乐呢？哇，好问题，我还真没想过这件事。我发现这首耳熟能详的胜利音乐，身边几个手游为主的玩家也已经不认识了。其实大部分有较长历史的系列作还是都会保留了，但随着游戏环境发展，是不是有哪些游戏渐渐的降低了胜利音乐的存在感？我在社群贴了这个问题，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，超过70%的玩家都有类似的想法。这是个挺有趣的现象，因为这首音乐即便在 FF 的手游中也是有出现的，但不是所有人都很有印象。究竟是现代游戏真的越来越少胜利音乐，还是大家玩手机游戏的时候都不太开声音？首先来个小测试吧，以下的经典胜利音乐你又听过哪些呢？没听过也没关系，你只要感受到他们都在做一件事，用音乐告诉你，你赢了。你是否在意过音乐？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？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，我是笔记。在思考胜利音乐是否渐渐变少的时候，我先想到的反而是这个算胜利音乐吗？短短一段旋律，好啦，我们算这是胜利音乐好了。那这个算吗？还有这个太严谨的话会真不完，总不能搞到连电梯到几楼的叮一声都算胜利音乐吧？好了，不然这样，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属于影片一开始大家听到的，明显有一整段旋律性的类型。OK 啊，这之中当然也有区分，因为很多游戏胜利音乐是直接拿游戏主题曲去做改编，我们就先不要管这么多了，只要是明确且固定的庆祝了胜利行为的独立旋律，就算它是胜利音乐吧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吧，在旧游戏中，就算 PS2 为止的游戏吧，难道胜利音乐就出现在所有类型的游戏中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最明显的就是恐怖游戏，是吧？一直以来，许多恐怖游戏都没有胜利或通关音乐，因为这样会破坏氛围。不信的话，你看看这样能不能听嘛？是吧？要是真这样放，我就不用拒绝游玩恐怖游戏了。不过别以为恐怖游戏就没有通关音乐啊！最新的《恶灵古堡9》里昂特别关卡是存在的。但除了这些特例以外，一般情况来说，老游戏的胜利音乐使用比例上还是占大多数。即便是《汪达与巨像》这种强调氛围的游戏，也至少有一个固定象征 BOSS 战结束的旋律。有别于庆祝过关的胜利，也有像这样留给你反思空间、带出罪恶感的通关音乐。接下来，我们先从拥有相当历史的系列作来看看胜利音乐的转变吧。毕竟，如果连这些经典且历史悠久的作品都开始减少胜利音乐的出现频率，那是否就代表现代游戏胜利音乐确实在慢慢的变少了呢？Final Fantasy 最终幻想，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，是吧？一个最早起源于1987年的始祖级系列作。
说到经典 RPG 胜利音乐，肯定绕不过日本2大国民级 RPG 的，这是它最早的版本。这不是最早的通关音乐，但肯定家喻户晓，也确实成为奠定 RPG 胜利的 Funfair 成为玩家集体记忆的代表作之一。随着时代的演变，这首歌也不断的重新改编，直到最近的管弦乐版本，更加能够展示胜利时的庆祝情绪。哦，史诗听着就像征服了神明。不过就算是最终幻想，即便每代作曲家们都有意识的去保留这首胜利音乐，这首歌也悄悄的改变了位置，甚至从部分外传中消失。实际上一直到最终幻想10为止，每一次只要打倒怪物，你都能听到这首胜利音乐。这是最终幻想10的一般战斗。到了11代以后，这首歌就不再出现在每场战斗之后了。这是最终幻想12的一般战斗。不过这也挺好理解，因为这之后 FF 不再是传统的回合制战斗，然后技术也在进步，大概就是这里开始，大部分游戏都更追求战斗后回到大地图的流畅感，大大降低通关后的读取时间之类的外部因素。胜利音乐要是还每场都播，等玩家会听到腻的啦。只是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改到打重要 BOSS 或是某副本通关时再给你听。身为 MMORPG 的最终幻想14就是这么做。到了最终幻想15，这是第一次系列作中采用了开放世界的作品，战斗更加的及时和紧凑，胜利音乐因此消失无踪，只留下结算时的音效。思ったより手こずってしまった。しばらく休んどけよ。不过下村洋子还是好好的保持了传统，最终幻想15是有日夜时间的概念的，你忙了一天以后，可以在旅馆或是帐篷休息，而这首经典曲目就改成过夜时的结算音乐，让老玩家会心一笑。是吧？像是累了一天回家放松一样。有趣的是，这代角色会随机的在战斗结束后用哼歌的方式去呈现这首歌，增加角色的生动感。这点在后續重制版的《最终幻想7重生》等作品中也都继承了。随分上機嫌だな。由此可见，尽管官方为了维持系列传统，想方设法的在不同地方留下这首胜利音乐，但随着时代的变化，考虑到游玩性的不同，胜利音乐确实不再像过往那样频繁出现。嘿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这样下结论呢？这么说好了，游玩方式的变化确实有影响，但不是绝对。有一款外传性质的《最终幻想起源》，明明是副本制的游戏，有明确能放通关音乐的时间点，胜利音乐却完全消失了。至于是有更复杂的原因，还是单纯不想做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因为毕竟你可以说这款是类魂，魂游习惯上就是没有胜利音乐什么的。除了最终幻想以外，还有一个例子，宝可梦系列。宝可梦拥有3首胜利音乐，分别是野生宝可梦、训练家战斗以及道馆战斗。野生宝可梦的就是这个。但在阿尔宙斯以后，野生宝可梦的胜利音乐也渐渐消失了，只有珠子还保留一个短板，不过已经是完全不同旋律。对不对？超短的爬音，这也是典型的因为战斗流程和节奏改变导致的变化。另外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系列，那就是炼金术士。虽然炼金术士没有一个固定的胜利音乐旋律，但在近期第一款开放世界设计的炼金术师优米亚中，即便仍有结算画面，胜利音乐也不见了。もっともっと強くなります。好，我想大家都会得出一个推测：回合制或是副本制度的游戏比较容易保留通关后的胜利音乐，合理吧？总而言之，这就难怪比较新的玩家会对胜利音乐印象没那么深了。毕竟播放频率确实逐渐在下降。不对啊，近期的最终幻想手游上可是每场战斗都播放的。理论上，就算只玩手游，应该也会对胜利音乐有印象的，不是吗？我手机常驻静音，不会有任何音效。不会啊，除非我在过什么剧情之类的。我连或者说连我手机有没有开声音我都不知道。好吧，行，欢迎大家多多注意作品里的好声音。
以上说的都是形态转变的游戏类型。那么有没有近期的新 IP， 并且属于回合制或是副本制度的游戏，也没有单独的胜利音乐的呢？有，那就是2025年横扫 GOTY 奖项的得主《光与影33号远征队》。这很奇妙，这可是传统回合制 RPG 啊，也有明确结算画面，却没有胜利音乐。实际上，他们确实保留了庆祝胜利的传统，只是那并不是像传统 RPG 一样，特地单独写一段固定旋律作为胜利音乐，而是将当下的战斗曲把鼓或是任何打击 stance 拿掉的改编版，还有将当下曲目改写成纯钢琴等等，让情绪衔接更顺畅。当然，你想解释为他们是写了10几首胜利音乐也行，能拿最佳音乐奖真的不是没有原因。接着来看真正明显的案例，热门回合制手游《崩坏：星穹铁道》，回合制、副本制、非无缝切换大地图，却也没有胜利音乐。好啦，这些也只是特例，不能说明现在游戏都不搞通关音乐那套了。大部分 RPG 都还是有的嘛。这也只能说，其实独立的胜利音乐本来就不是必要的设计，可能是考虑到游戏氛围啦，或是游戏本身允许你逃跑啦，放个传统的方菲尔在这种地方也怪怪的嘛。至于热门手游《原神》《明朝》《周末地》《尼基》等等等等，几乎都没有胜利音乐的概念了。毕竟不是必要是吧？不然就是官方觉得玩家打赢这些关卡也不一定想庆祝，对不对？打个副本出来，全部跳生命防御副词条，或是2倍券快不够用之类的。所以啦，通关音乐的概念虽然大多还是存在，但出于以上种种原因，有缓慢减量的趋势。要不然我们反过来思考好了，现在游戏已经不需要每场都庆祝胜利了，对吧？那又有什么样类型的游戏庆祝胜利是一个必要且重要的过程呢？有，就是这些。竞技游戏，是的，竞技是一个高强度和高专注的过程，其中经历的情绪过山车相当刺激，并且每一场都拥有不确定性。当你好不容易打倒对手，你当然得好好庆祝一下，不是吗？即便是人数少的对战游戏，也都有这样的胜利音乐设计。あなたといるときはいつも戦いね。更甚者，为每一个角色都做专属胜利音乐，就为了给予胜者最大的满足，还有对每个作品最大的敬意。小小提一个有意思的点，还记得影片开始我们讨论到短短的旋律算不算胜利音乐吗？知名国民级 RPG《勇者斗恶龙》在原作就是因为胜利音效太短，到了大乱斗就把胜利音乐改成这样了。既然我们都知道了，想庆祝胜利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出口，除了打赢真人玩家带来的高度成就感以外，一起和真人同心协力过关，是不是也想好好开香槟庆祝呢？直接掉在下高大飞外送。哎！靠进来了，你丢远一点，丢远一点！有。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没错，更多类型游戏也是需要胜利音乐的类型之一，一起突破难关超爽的好吧？包括刚刚播放的《绝地战兵2》在内，《魔物猎人》、《战锤 40K》、《星际战士2》、《碧蓝幻想 Relink》这类以多人合作为主的游戏，基本上都很强调胜利音乐，让玩家的情绪有个出口，对不对？听这澎湃的旋律，这是民主的胜利，听得都为自己对超级地球的奉献感到真心自豪。就算刚才队友500 KG 直接民主外送到我脸上，我们依然都是超级地球的骄傲。
甚至不用波澜壮阔，看看战锤的，沉稳中带着坚毅，宁静中燃烧忠诚。作曲家也知道，帝王要的不是口头上的怒火，要的是行动上的忠诚。给予我们的职责本身就是赐予我们的奖励，如同取名 Interpret， 我们沉默而强悍。好啦，回到主题，现在的森林音乐真的越来越少了吗？如果说的是传统的每场战斗都有一段胜利旋律，那对。尽管存在仍然是大多数，但确实比例上是越来越少。前面的案例可以得知，由于游戏形态、战斗节奏、开放世界与服务型游戏等转变，以及玩家们游玩习惯的变化，即便是历史上知名的系列作，胜利音乐慢慢地从固定流程中退场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短的旋律、精简的音效、UI 结算，或是干脆啥都不放，让玩家继续前行。但另一方面，胜利音乐在更多地方越来越重要。网络与技术的进步产生共斗、竞技游戏等多人游戏类型，则是更加展现宣示胜利的重要性。这些胜利不是随手打掉一两只小怪，而是经历一整段压力、一整场合作，是一整局情绪过山车的终点。胜利音乐在这里将会继续承接玩家们的情绪，完成每场惊险刺激的战斗。小胜利就盯个一声就好，真正值得记录的胜利，再让音乐陪我们开香槟。只是那些曾经是玩家集体记忆的经典胜利音乐，确实可能随着后浪的推进，慢慢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。也许我们怀念的不是那几秒旋律本身，而是以前游戏愿意为小小的成功停下来，告诉我们你赢了。这期我们就聊到这边吧，接下来也会继续讨论值得一听的游戏音乐。如果有对哪些游戏的胜利音乐印象深刻，留言可以告诉我。也许哪天我们可以聊聊不同游戏胜利音乐的设计和编制。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。